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新生破逆谋》故事解说。当朝皇上昏迷整整7日，始终沉睡不醒，朝堂内外人心惶惶。太后召集宫中所有太医轮番诊治，可一众名医接连问诊，始终查不出病因，束手无策。7日过去，皇上依旧毫无苏醒迹象。太后看着一众毫无办法的太医，震怒不已，厉声斥责众人皆是庸碌废物。他当众立下死令，若是今日依旧无人能拿出救治章程，所有太医一律陪葬。大殿之内瞬间被极致的惶恐笼罩。人群中的舒赫年纪尚轻，医术粗浅，只是个半吊子大夫，此番不过是跟着师傅进宫碰碰运气。看着一众太医只会反复把脉，胡乱揣测，始终找不到病症关键。舒赫心中暗自吐槽众人愚昧无能。就在全场死寂，无人敢言之际，舒赫的脑海中突然清晰想起了皇上的心声。皇上此时正承受着剧烈的剧痛，他清楚感知到自己后颈扎着一根银针，心中焦急万分，深知银针不除，自己性命难保。舒赫满心诧异，确定这道心声正是昏迷的皇上所发，却不解自己为何能听见旁人内心所想。皇上的心声不断回荡，他绝望地看着一众无能太医，自觉要命丧庸医之手，迫切期盼有人敢挺身而出，救自己一命。舒赫心生救人之意，身旁的师傅立刻察觉，慌忙拉住他，拼命劝阻。师傅苦苦哀求他切勿出头，直言师徒2人只是进宫凑数。皇上昏迷一事牵扯朝堂多方势力，水太深，风险太大，贸然插手只会惹来杀身之祸。舒赫却心意已决，他笃定皇上后颈藏针是唯一病根，若无人施救，皇上必死无疑。他不顾师傅阻拦，毅然跨步出列，主动向太后请命，由自己为皇上诊治。在场众人满脸质疑，纷纷嘲讽他贪图赏赐，铤而走险。太后见他名不见经传，只当是个想攀附权贵的赤脚郎中。可一众太医全无对策，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应允了舒赫的请求。太后当众许诺，若舒赫能治好皇上，便赏100两黄金，并许他一个随行恩典。舒赫闻言，心中燃起希望，这笔赏赐不仅能治好母亲的腿疾，还能为妹妹添置嫁妆，足以彻底改变一家人的处境。他深知这是赌上全家性命的一搏，依旧下定决心全力以赴。舒赫上前仔细探查，很快精准摸到皇上后颈的银针，印证了心声属实。就在他准备拔针救人的紧要关头，太医院曹院判突然出声，厉声制止。他向太后进言，皇上头颅经络错综复杂，凶险万分，贸然拔针极易损伤圣体龙气，一旦出错，无人能挽回圣驾性命。太后闻言心生迟疑，转头质问曹院判，太医院7日诊治无果，究竟是何缘由？曹院判连忙辩解，太医院并非无妙手，朝中各类疑难重症皆可医治，可皇上病灶深藏脑中，风险极大，众人不敢轻举妄动，一旦失手便是万死难辞其咎，因此无人敢贸然施救。随后曹院判当众质问舒赫，斥责他年纪轻轻，不懂病理，毫无疑难病症诊治经验，竟敢拿皇上性命赌运气，狂妄至极。此刻皇上的心声再次传入舒赫耳中，他已然看穿真相，知晓曹院判勾结武王爷李世成，先用暗香迷药将自己迷晕，在暗中在后颈扎针谋害圣驾，图谋篡位。心中暗示苏醒后必斩杀一众叛党。舒赫的师傅听闻心声，吓得心惊胆战，连忙叮嘱他切勿多言，此事牵连甚广，师徒2人根本承担不起后果。但舒赫已然看清局势，朝堂众人畏手畏脚，心怀异心，才让皇上身陷绝境，无人敢救。面对满朝文武的质疑与阻挠，舒赫毫不退缩，当众直言众人不敢救，自己敢救。此言一出，满堂哗然，众人纷纷斥责他放肆狂妄。舒赫当即立下生死状，承诺诊治期间皇上若有任何差池，自己甘愿以命抵命，以死谢罪。皇上心中倍感欣慰，认定舒赫是忠心不二的忠臣。太后思虑再三，选择相信舒赫最后一次，叮嘱他务必沉稳谨慎，切勿手抖。在众人屏息注视下，舒赫成功拔出银针，昏迷7日的皇上缓缓苏醒过来。皇上苏醒的瞬间，在场众人神色各异，人心浮动。曹院判为首的一众太医立刻颠倒黑白，恶意诋毁，向太后进献谗言，声称皇上是被强行拔针刺激心脉才强行苏醒，此举损伤龙体根基，形同自毁圣体，指责舒赫并非救人，而是蓄意谋害皇上。一众太医纷纷附和，将皇上心脉受损的罪责全部推到舒赫身上。面对众人的栽赃抹黑，舒赫冷静辩解，直言银针只是诱因，皇上体内还残留大量余毒，这才是久病不愈的根本。他自知单人诊治有限，恳请太后准许师傅一同诊脉，合力为皇上清毒根治。
太后当即应允，准许老师傅上前问诊。舒赫求助师傅的举动再次引来众人嘲讽，众人讥笑他先前自信满满，遇事便求助他人，纯属招摇撞骗的野郎中，毫无真才实学。就在众人肆意诋毁之际，金贵妃突然现身大殿，打破了眼前的局面。金贵妃声称手握实证，能证明舒赫居心不良，随即让人证刘四的媳妇上殿。刘四媳妇当众控诉舒赫医术低劣，自己丈夫只是寻常风寒，服用舒赫开具的药材后上吐下泻3日，险些丧命。她直言舒赫连小病都治不好，竟敢贸然诊治帝王顽疾，纯属拿圣驾性命开玩笑。金贵妃趁机劝谏太后，称太后心系皇上太过心急，不慎被舒赫蒙蔽，万万不可再信任这名庸医，以免再次伤及圣体。皇上此刻早已洞悉所有阴谋，清楚金贵妃深受自己多年恩待，却依旧勾结武王爷李世成，处心积虑谋害自己，颠覆朝政。即便满朝文武、后宫众人全员诋毁舒赫，皇上依旧坚定信任他，直言舒赫是唯一找到病根、救自己性命的人，远胜这群趋炎附势、心怀鬼胎的小人。太后见状询问舒赫有何辩解，舒赫坦然直言，自己早年确实学艺不精，但太医院7日束手无策，唯有自己找出了隐匿银针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恳请太后明辨中间。皇上深表认同，直言不论舒赫过往如何，能救自己性命便是神医。太后再次放权，让舒赫放手诊治。舒赫立刻凝神诊脉，精准判断出皇上脉门逆走，体内暗藏奇毒，锁定3处关键穴位，准备施针解毒。就在施针前夕，金贵妃再度发难，当众拿出一封密信，污蔑舒赫是敌国奸细。截获的密信可证实他勾结外敌，意图弑君篡位，看似证据确凿。舒赫当场识破他伪造书信、栽赃陷害的阴谋。殿外侍卫见状，立刻上前准备捉拿舒赫。皇上急忙出声阻拦，明确告知众人，舒赫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任何人不得动他分毫。金贵妃依旧不肯罢休，大呼舒赫是反贼，催促侍卫速速拿人。混乱之中，众人发现侍卫出手慢了半分，才没有误伤舒赫。皇上冷眼旁观，早已看穿金贵妃的所有算计，却假意感慨她心系圣驾，费心搜罗人证。金贵妃连忙假意辩解，称自己是被人证蒙蔽，并非有意构陷。皇上语气冰冷，直言自己从不开玩笑，假意许诺事成之后重赏他。听闻此言，金贵妃瞬间脸色惨白，心神大乱。宫人察觉异常，立刻上前为他诊脉，随后禀报太后，金贵妃心脉骤停，指甲发紫，已然气急攻心，当场暴毙。一众太医纷纷确认其已然殒命，所有人都信以为真，唯独舒赫察觉异常。他发现自己拥有特殊能力，皇上昏迷时，他听不到任何人的心声，皇上苏醒闭眼后，便能清晰听见所有人的内心真实想法。此刻他清晰听见金贵妃的心声，知晓金贵妃早已提前备好假死药，当众服下制造暴毙假象，只为脱身自保。金贵妃早已暗中安排好后手，只待出宫服下解药，等待武王爷李世成带兵谋反，将皇上与舒赫碎尸万段，夺权篡位。舒赫洞悉全盘阴谋，深知局势危急，打算立刻向皇上禀报真相。皇上看出他欲言又止，主动开口问询。舒赫细致禀报自己的发现。金贵妃被抬出大殿时，眼皮毫无跳动，看似身死，但颈侧有微弱脉搏波动，是假死药药力将散未散的典型征兆，与他早年在乡野见过的诈死手法完全一致。除此之外，金贵妃倒地的时机太过巧合，刚好在皇上许诺奖赏他之后，明显是早有预谋，借机脱身，其背后必然有人接应。今夜皇宫大概率会发生宫变，出现异动。旁人听闻后满心质疑，觉得一介乡野大夫不可能仅凭观察识破假死，预判叛乱，本是太过离奇。但皇上感念舒赫救命之恩，选择全然相信他。皇上明确告知舒赫，若今夜宫中平安无事，便是他欺君罔上，必当严惩。舒赫坦然应允，甘愿为自己的推断承担所有罪责。稳住局面后，皇上立刻暗中下旨，传召于廷州入宫，连夜更换宫门所有守卫，全部启用自己的心腹势力，同时派人严密监视身亡的金贵妃。皇上已然摸清全局，知晓武王爷李世成趁自己昏迷7日，暗中筹备谋反，只待自己驾崩便顺势夺权。他决定将计就计，佯装自身病危，毫无防备，引诱逆贼尽数现身。皇上暗中安排心腹从密道出宫，向镇北将军于廷州传递密令，令其子时之前带兵悄然布防京城9城，严控局势，同时严令封锁自己苏醒的消息，绝不许传入武王爷耳中。与此同时，舒赫心系家人安危，
拿出信物让人兑换银两，顺带悄悄传信回家，叮嘱母亲和妹妹牢牢抵住房门，夜间无论听到任何动静，都切勿出门，保全自身。此刻太医院众人依旧惶恐不安，深知皇上病根未除，一旦事态失控，所有人都要陪葬。不久后，镇北将军于廷州火速入宫觐见，为救援迟缓，致使圣驾御前请罪。皇上连忙扶起他，告知其李世成已然摸清宫中虚实，正坐等自己驾崩夺权，命其配合自己演完这场戏，彻底引出所有逆贼。于廷州心领神会，即刻领命部署。随后，皇上传召护卫萧凌入宫，萧凌为护卫不力，让逆贼有机可乘，跪地请罪。皇上并未追责，反而安抚于他，将进宫守卫大权全权交付，命其退下职守，今夜无需再度觐见，静待局势即可。局势暂时安稳后，皇上感念舒赫的救命大功，特意赏赐一枚可保舒家世代平安的护符，册封舒赫拥有官身，享受3品俸禄，彻底脱离平民身份。舒赫跪地谢恩，满心感激。一旁的师傅又惊又喜，感慨家中自此不再受香菱刁难，腰杆终于挺直。同时打趣舒赫，疑惑他是否暗中用了秘法，才得如此厚重圣恩。舒赫连忙解释自己从未使用任何旁门手段。皇上见状，主动询问老师傅，当初为何会收早年学艺不精、资质平平的舒赫为徒。老师傅坦诚叩首回话，坦言舒赫入宫前确实医术粗浅，屡有失误。此次入宫本是师徒2人侥幸碰运气，恳请皇上看在舒赫救驾有功的份上，宽恕他过往的不足。皇上听完愈发笃定舒赫绝非寻常医者，他超凡的察人观心之术，绝非普通行医经验所能练就。他挥手让师傅退下，心中暗自感慨舒赫年纪轻轻，不贪名利，心性通透，实属难得。另一边，宫外的武王爷李世成按捺不住野心，得知宫门已开，皇上昏迷多日，却始终无丧报传出，自认时机成熟，立刻带领兵马准备入宫夺权，许诺众人拿下皇上首级，全员可立开国功勋，加官进爵。李世成带兵闯入宫中，迟迟不见护卫萧凌身影，心生疑惑之际，于廷州突然带兵现身，将其团团拦下。李世成这才惊觉于廷州早已效忠皇上，反戈相向，自己的筹谋尽数落空。皇上随即现身，直言李世成高估了自己的势力，更低估了朝中底牌，当即下令拿下所有逆贼。李世成大势已去，为保全金贵妃，主动包揽所有罪责，声称谋反皆是自己一人谋划，与旁人无关，只求皇上只降罪自己一人。皇上看着骨肉相残的局面，满心唏嘘，最终下令将李世成打入天牢候审。没过多久，下属火速禀报，武王爷李世成在天牢中咬破衣内暗藏的毒囊，自尽身亡，尸身与毒囊残片均已查验，属实无误。皇上当即下旨，斥责李世成叛逆不臣，谋逆作乱，削去其亲王爵位，葬礼一切从简，依律自尽者不得入皇陵，将其尸身收入殓房等候处置。平定叛乱后，皇上忆起年少往事，他10岁登基那年天降大雨，满朝文武无人敢上前护持，唯有已是皇兄将他抱起，许诺一生护他周全。念及皇兄情分，皇上曾许诺保金贵妃一命。此前太医诊治回禀，金贵妃看似暴毙，实则气若游丝，尚有生机，拖延日久定然殒命。皇上随即下令，命舒赫携带药材前往如意宫诊治，并特意叮嘱他务必平安归来。舒赫奉命抵达如意宫，宫人见他手持一碗清水，纷纷出言不满，斥责一众太医已判定娘娘薨逝，舒赫此举是故意羞辱逝者，全无体面，怒骂他小人得志。此刻假死的金贵妃心中暗自得意，自认独门呼吸功法天衣无缝，舒赫绝无可能识破，只待出宫便可报复羞辱舒赫。金贵妃万万没有想到，舒赫手中的清水恰好能破解他的假死功法。舒赫当众点破他的伪装，直言他的假死药虽精妙，却抵不过清水破局。随后告知他，靠山李世成已然自尽，谋反大计彻底败露，待他彻底苏醒，便会迎来慎刑院的追责审问。话音落下，金贵妃再也无法伪装，彻底苏醒。宫人即刻回宫禀报皇上，证实金贵妃全程假死，欺君罔上。皇上得知真相后，将后续处置事宜全权交由慎刑司处理，感念舒赫连日操劳，屡立大功。皇上特准许他出宫3日，归家探亲休整。舒赫回到家中，看着焕然一新的武进大宅，满心感慨，如今家境富足，再也不用为买药养家四处借贷。母亲和妹妹终于得以安稳度日。母亲看着风光归来的女儿，满心欣慰，感慨昔日女儿被香菱肆意辱骂，如今已然出人头地，安稳日子没过多久。此前嫌弃舒家家境贫寒，主动悔婚的王秀才，
见舒赫身居高位，家境显赫，立刻上门反悔，想要翻倍彩礼重结婚约。他还出言鄙夷行医是下九流行当，威胁舒家若不拿出500两银子，便四处散播舒赫过往黑料，败坏家门名声。面对王秀才的无赖胁迫，舒赫从容应对，直言王秀才此前买官舞弊、行贿考官的罪证，早已被送至顺天府尹案前。若他执意纠缠闹事，便直接将罪证公之于众，交由官府查办。王秀才瞬间惊慌失措，再也不敢肆意刁难，狼狈离去。经此一乱，太医院院判之位空缺。皇上感念舒赫医术精湛，心性忠贞，救驾有功，有意册封他为太医院院判，执掌太医院全权。这份无数医者毕生难求的高位，却被舒赫当众坦然谢绝。皇上满心诧异，询问他为何放弃这无上殊荣。舒赫坦然道出缘由，他的医术是常年行走乡野，接诊无数病患，一点一滴打磨而来，并非钻研宫廷规矩习的。太医院等级森严，规矩繁琐，行医需看人脸色，拘泥条条框框，而自己只想坚守医者本心，对症行医，专心救人，不愿被宫廷桎梏束缚，希望继续留在民间，打磨真正救死扶伤的医术。皇上听完大为赞赏，感慨舒赫不贪钱财，不慕权势，品性难得，随即应允他的请求，依旧为他保留3品俸禄，划拨宫内内侍听其差遣，同时定下规矩，宫中但凡出现疑难杂症，舒赫必须随时入宫诊治。舒赫恭敬叩首，遵旨谢恩。师傅看着通透豁达的舒赫，满心欣慰，打趣道：他若当上院判，自己日后入宫便要行跪拜大礼。随即真心夸赞他年少便懂进退，远比被权力蒙蔽心智的曹院判等人通透。舒家自此终于出了一位心怀人心的真正神医。宫中众人听闻舒赫推掉院判高位的消息，议论纷纷，有人惋惜他错失一步登天的良机，也有人看透其中深意，直言舒赫是以退为进，手握专属入宫特权，享有3品俸禄，不受宫廷规矩束缚，远比困于太医院实权更加自由尊贵，纷纷叮嘱旁人万万不可招惹舒赫。归家之后，舒赫心中藏着一个困惑10年的疑问，终于向师傅坦然发问。他好奇询问师傅，当年饥荒乱世，师傅四处游走行医，收徒众多，为何偏偏选中幼时黝黑瘦弱、毫无出彩之处的自己，悉心教导，收为亲传弟子？